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靳东力挺的徒弟程毅靠什么打破流量魔咒？去年冬天，我在追法制剧《底线》时，被一场师徒对手戏深深触动。靳东饰演的法官方远和程毅饰演的周易安在办公室争执，程毅红着眼眶吼出“我不想当温室里的花朵”，那股子倔强和委屈，让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曾经被说只会演古装美男的演员，好像真的不一样了。从花瓶到巨抛脸，程毅的蜕变密码。5年前，程毅凭《琉璃》里的雨丝凤走红时，外界对他的评价大多停留在眼神有戏古装扮相绝，但他没有躺在舒适区，而是悄悄给自己找罪受。拍《莲花楼》时，他为了演好被废武功的李莲花，专门学习中医把脉的手法，连药柜里每味药材的位置都记得滚瓜烂熟。有场戏需要表现毒发时的虚弱感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反复练习蜷缩的姿势，直到膝盖淤青也不肯停。这种自虐式打磨，让他在生前里饰演的双面特工云鸿深彻底出圈。当看到他从玩世不恭的公子哥，逐渐蜕变成眼神坚定的地下工作者，观众才惊觉，原来程毅的演技早已突破了仙侠男主的标签。央视新闻甚至点赞他用层次分明的表演，让家国情怀从口号变成真实心跳。靳东徒弟的隐形财富，合作带来的破圈机遇。在底线片场，靳东对程毅的影响远超角色本身。有次拍庭审戏，程毅的台词节奏没把握好，靳东主动留下来陪他对戏到深夜，一句一句抠细节。这种传帮带不仅提升了演技，更让程毅接触到主流题材的创作逻辑。底线播出后，他的国民度直线上升，连最高人民法院都转发他的角色片段，称其展现了新时代法官的风貌。这次合作也为他打开了商业大门。2023年，程毅一口气官宣了 Olaplex、雷朋等4个高端代言，其中护发品牌 Olaplex 在他代言后7小时销量破1200万，转化率断层领先同类产品。品牌方坦言，程毅的主流认可度和观众缘是我们选择他的关键。从古装专业户到全能型演员，程毅的破局之道。如今的程毅正在用作品打破标签化质疑。他接演的《沧海笑》饰演背负家仇的权臣谭纵，不仅要完成大量武打戏，还要演绎角色从隐忍到爆发的心理变化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他提前3个月学习骑马和剑术，甚至让造型团队在衣服里缝上稻草，模拟古代球衣的粗糙感。这种沉浸式表演让业内对他的转型充满期待。更值得关注的是他的题材拓展。富山海里，他一人分饰现代社畜萧明明、武侠男主萧秋水和反派李晨周三角，用3种截然不同的气质诠释角色。这种分裂式表演让观众看到他驾驭复杂角色的能力。有影评人评价，程毅正在用作品证明，他不是流量明星，而是真正的演员。未来的路，在争议与期待中寻找平衡。随着《狐妖小红娘》《王权篇》《英雄志》等剧待播，程毅的事业迎来新高峰。但他也面临挑战，有观众担心他过度沉迷权谋题材，会陷入同质化陷阱。对此，他在采访中坦言，我会保持警惕，不会让自己被一种类型困住。最近，他悄悄接下一部现代职场剧，饰演一位遭遇职场霸凌的设计师，试图用细腻的情感戏拓宽戏路。从跑龙套的小演员到主流认可的实力派，程毅用10年时间证明，真正的演员永远在和角色死磕。他没有流量明星的人设包袱，却有着老戏骨般的敬业精神。这种笨拙的坚持，
或许就是他在娱乐圈站稳脚跟的根本。如果你也被程毅的蜕变打动，不妨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位用作品说话的演员。毕竟在这个流量易逝的时代，他是演戏的人，值得被更多人看见。靳东力挺的徒弟程毅，靠什么打破流量魔咒？去年冬天，我在追法治题材电视剧《底线》时，被一场师徒对手戏深深触动。靳东饰演的法官方袁宇成，亦饰演的青年法官周易安，在办公室里因案件处理理念产生争执。那一刻，程毅红着眼眶吼出那句“我不想当温室里的花朵”，那股倔强与委屈，仿佛一道闪电，击碎了外界对他只会演古装美男的固有印象。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年轻演员好像真的在悄然蜕变。从花瓶到巨抛脸，程毅的蜕变密码。在娱乐圈里，演员的标签往往一旦形成就很难摆脱。5年前，程毅凭借仙侠剧《琉璃》里的雨丝凤一脚爆红时，外界对他的评价大多停留在古装美男眼神有戏，甚至有人说他只是颜值担当。这样的声音既是认可，也是一种限制。然而，程毅并没有沉迷在鲜花与掌声里，而是主动选择走出舒适区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如果仅仅依靠俊美的外形和流量效应，自己迟早会被新一代小鲜肉取代。于是，他给自己设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。在《莲花楼》的拍摄中，他饰演的李莲花是一个失去武功、隐忍寡言却心怀大义的江湖人物。为了贴近角色，他专门学习了中医把脉的手法，每一根手指落点的位置都要准确无误。剧组的药柜里摆放的几十味药材，他都能熟记其名与功效。有一场表现毒发的戏，他坚持不用替身，反复尝试不同的蜷缩姿势，以传递那种痛苦与虚弱。因为反复跪的和收缩身体，他的膝盖布满淤青，但他却从未抱怨。这种自虐式打磨表演的方式，让观众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程毅。他在生前里饰演的双面特工云鸿深，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角色前期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，后期却逐渐蜕变为眼神坚定、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。程毅用层次分明的演技，让人物的转变自然且令人信服。甚至央视新闻都点名称赞他，用表演让家国情怀从口号变成真实心跳。这时的程毅已经不再是那个依赖古装扮相的小生，而是逐渐长成了一个具抛脸的实力派演员。靳东徒弟的隐形财富，合作带来的破圈机遇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底线不仅是程毅事业的一个转折点，更是他与靳东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，让他受益匪浅。在剧组拍摄时，靳东常常在片场盯着程毅。有一次，程毅在庭审戏的台词节奏上没把握好，靳东并没有急着批评，而是主动留下来陪他对戏，一句一句抠细节，直到深夜才收工。这种前辈式的传帮带，让程毅学到的不仅是台词技巧，还有如何去理解法律题材作品的创作逻辑。底线播出后，不仅收视率和口碑双丰收，程毅的国民度更是直线上升。最高人民法院官方账号甚至转发了他在剧中的片段，评价他展现了新时代青年法官的风貌。这种来自官方的认可，无疑为他的职业生涯加了重重一笔。与此同时，底线也成为他打入主流市场的金钥匙。过去，他的粉丝群体多集中在年轻观众和古装剧爱好者，而现在，随着法制剧的播出，他的观众群逐渐扩大到更广泛的中年群体和法律专业人士，商业价值也因此迎来了大爆发。2023年，程毅连续拿下了 Olaplex、雷朋、爱彼迎等4个高端代言，尤其是护发品牌 Olaplex， 在他官宣代言后短短7小时，销量便突破1200万，
转化率在同类代言明星中遥遥领先。品牌方坦言，诚意的主流认可度和观众缘是我们选择他的关键。换句话说，靳东不仅是他在演艺道路上的老师，更是无形之中为他开启了一扇通往主流与高端市场的大门。从古装专业户到全能型演员，诚意的破局之道。真正让诚意逐渐摆脱古装专业户标签的，是他在角色选择和演技拓展上的主动突破。在古装剧《沧海笑》中，他饰演背负家仇的权臣谭纵。这个角色既有复杂的心理层次，也包含大量高强度武打戏。为了呈现角色的沉重感，他提前3个月进行骑马、剑术训练，并与造型团队沟通，在服装里缝入稻草，以模拟古代球衣的粗糙质感。他希望通过细节，让观众在第一眼就感受到角色的命运厚重感。更大胆的尝试则出现在现代奇幻剧《赴山海》中，他一人分饰3角：现代社畜萧明明、侠义武者萧秋水、阴鸷反派李晨舟。3种完全不同的性格与气质，在他身上得到了鲜明的区分。为了让观众能一眼分辨，他在肢体动作、语速节奏、眼神力度上做了大量设计。观众评价，第一次觉得一个演员能把3种极端气质演得如此自然。这样的突破，让他逐渐进入业内人士的关注范围。一位资深影评人这样评价他：诚意正在用作品证明，他不是流量明星，而是真正的演员。未来的路，在争议与期待中寻找平衡。诚意如今的事业无疑正在攀升期。待播的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《英雄志》等剧集均有望再度掀起话题。然而，他也面临新的挑战。一方面，观众担心他过度沉迷权谋、家国题材，可能导致作品风格趋同；另一方面，流量明星转型为实力派的道路，往往伴随着外界的挑剔与争议。对此，诚意在一次采访中表示：“我会保持警惕，不会让自己被一种类型困住。”事实上，他已经悄悄接拍了一部现代职场剧，饰演一位遭遇霸凌的设计师，角色完全依靠细腻的情感戏来支撑。这无疑是他为自己设下的又一个新考题。10年前，他还是娱乐圈里默默无闻的龙套演员，今天他已经站在了流量与实力的交汇点。与那些依靠人设绯闻维持热度的明星不同，诚意的坚持显得有些笨拙，不炒作，不迎合，而是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作品里。可正是这种笨拙，让他在浮躁的娱乐圈里显得弥足珍贵。诚意的成长轨迹其实也折射出一个道理：在这个流量易逝的时代，唯有作品和角色才是演员最坚实的底气。靳东曾经说过，演员要靠作品立身。诚意显然深谙此道。从古装花瓶到巨抛脸，从被质疑的小生到被认可的实力派，他用10年时间证明了自己。或许未来他仍然会面临争议与考验，但只要他保持这种和角色死磕的精神，就一定能走得更远。如果你也被诚意的蜕变打动，不妨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位用作品说话的演员。毕竟，在这个追逐热点的时代，他是演戏的人，才更值得被铭记。